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说起打架呢，就算你没参与过，肯定也见识过。回忆一下学生时代，你有没有为了面子把对方揍趴下或者反过来也行。但是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可不是普通的街头那种对抡王八拳毫无素质的干架，我要说的是在我大学时代亲眼目睹的一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数百人参与的2个系的对决，把整个学校都震惊了，更没素质的超级大乱斗。而这场震惊全校的大战的起因呢，竟然是因为一份宫爆鸡丁盖饭。之前呢，我讲过一期，我们艺术校区曾经在黑球村饱受当地村镇企业压榨，后来校长可怜我们呢，让我们回到了总部。虽然我们大学的世界排名跟某国的护照差不多，但是学校里竟然还有留学生。我们宿舍旁边就是一个留学生食堂，那给留学生做的饭嘛，那自然口味要上升一个档次。虽然食堂里我基本没怎么见过外国人。我们留学生食堂的点餐方式呢，是你交完钱给你一个号，然后你坐在那里等着叫号。虽然偶尔有几个傻子听不见号饭凉了才过来拿，但是这种叫号的方式呢，也不会引起什么歧义。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留学生食堂不叫号了，改直接叫饭或者菜的名字，炸酱面、牛肉饭、炒饼。当时呢，还有一道菜是红烧日本豆腐，一到了这道菜，我们那个厨师就激动地喊红烧日本。他知不知道自己在留学生食堂干活啊？这么一来呢，自然是引起了很多的混乱，因为肯定有很多人点相同的饭呀。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叫号这么简单的方式给改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导致了我们艺术系和体育系的一场世纪大战。当时呢，我隔壁的小伙去食堂吃饭，这家伙点了个宫爆鸡丁饭，后来厨师喊了宫爆鸡丁盖饭，这家伙就过去拿了，直接端着就走。结果旁边一个瘦高个不乐意了，说我先来的，边说还边扒拉我这个同学。这时候呢，厨师指着那个瘦高个说他先来的，这份是他的。这里我们得说明一下这位瘦高个后面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叫他宫爆哥。我的同学说了一句，那你喊宫爆鸡丁盖饭，我又不知道是谁的。我这个同学也是个嘴上不饶人的主我们就叫他嘴哥。所以呢，3言2语俩人就吵起来了，但是嘴哥还是让宫爆哥把饭拿走了。你说你们俩吵完了架，离远一点，自己吃自己的饭不就行了吗？不行，这宫爆哥气儿不顺，边吃还边骂骂咧咧的。那嘴哥受得了这个吗？要不怎么叫嘴哥呢？还了几句嘴，俩人言语不合就站在一处。宫爆哥一个大摆手，冲着嘴哥的面门可就打过来了。别看我们系的这个嘴哥平时只会动动画笔，那可不是等闲之辈，那也是一身腱子肉一看大摆手带着风过来了，一个接话法把宫爆哥推了个趔趄，这是话劲。这时候桌子也歪了，椅子也倒了，旁边的闲杂人等也让出一个圆场，俩人又交手一处，打了个有来有往。不过宫爆哥终究不是嘴哥的对手，嘴哥看他脚底下没根，啪一个扫堂腿，宫爆哥哎呦一声摔了个4脚朝天呢。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便宜不占王八蛋。嘴哥一看他倒了，那能放过他们？一个饿虎扑食，直接骑在了宫爆哥身上。那下边骑着，上半身也不能闲着，2个油锤灌顶，宫爆哥直接变熊猫了。因为打架事件发生在留学生食堂，其恶劣的影响已经严重干扰到了国际形势，所以消息不胫而走。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傻子在宿舍里横冲直撞，知道吗？咱嘴哥把人给打了。这时候正在宿舍里 Counter Strike 的我才知道国际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等嘴哥回到宿舍呢，我们都围着他，听他描述自己的英雄豪迈事迹。他还不知道自己惹下了多大的祸。晚上11点，熄灯的时刻到了，阿姨呢已经把大门锁紧，大家呢都上床准备打麻将的时候忽听门口一声叫嚣，艺术系的全出来。随着一阵骚乱，国画专业那几个特别爱惹事的同学挨着个的敲门说快出来快出来，打架了。当时呢，我正好抓了一手13不考，正发愁这牌怎么办呢。一听说打架了，一把推翻了牌桌，一边穿着鞋往外跑，一边说赶紧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我的宿舍在最里面，等我出去的时候呢，门口已经站了黑压压一大片人，分不清是人是狗。因为刚才对面喊的艺术系全出来，又加上国画专业那几个爱挑事的煽风点火，真是一下子艺术系的全出来了。这时候呢，才听说宫爆哥那伙子人是体育系的，他们仗着自己身体素质异于常人，叫了10几个同系的人就过来砸场子。其实他们根本没想到我们一下子会来这么多人，但这也怨他们自己。
他们只知道跟他们打架的嘴哥是艺术系的，但也不知道哪个专业的。你说你也没打听清楚，直接一喊艺术系的全出来，那我们全楼的可不都出来。这几个小子见阵势明显和预期的不太一样，有点犯怂，那也不能临阵退缩，硬着头皮也得上。等我出去的时候，门口已经没地方，也不知道门锁到底是谁砸坏的，但听说是宫爆哥那几个家伙给干折的。这时候呢，门口已经打起来了，我完全不知道谁打谁。这时候一个傻子正好被推倒，一屁股坐我身上了，把我也给摔那儿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波的。这时候再往前的位置，我看一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儿拿着一把椅子正在拍一个瘦高个儿，这瘦高个儿嘴里就喊一句：“你再拍我一下。”然后那个大个儿拿椅子又拍他一下子，瘦高个儿又喊一句：“你再拍我一下。”啊，啪，又一下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正在挨拍的就是过来挑事的宫爆哥。旁边的同伙看着这架势都吓傻了，没有一个敢上手的。就剩下煮熟的鸭脖、嘴硬的宫爆哥在那里叫嚣：“你再拍我一下！”啊，啪！这里咱们先按下宫爆哥不表，我得好好介绍一下这位拿着椅子的大哥。这是我们国画系的，人称帝哥。我结识这位帝哥还是在军训的时候，当时我们进了军训宿舍，大家换衣服，帝哥一脱衣服，所有人都被他这一身健硕的肌肉惊呆了，再加上他个子高，压迫感十足，男生们都傻了。我心想，这位大哥不是做过建筑工人，就是做过建筑工人。在我们都夸赞帝哥身材好的时候，他一脸腼腆。别看帝哥外表强悍，内心却是十分精致，人也特别好。我们聊天的时候呢，他也很少不着调。就这位帝哥这么强悍的身材，那一次我第一次在现场见识到了他的可怕之处。宫爆哥的几句嘴欠呢，本想是让帝哥退缩，心想我都让你拍这么多下了，你给点面子吧。但是眼看着帝哥根本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宫爆哥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一下子给帝哥来了个大摆手。就那大摆手之前都能被接话发破解了，对付帝哥那能有用吗？不过以帝哥的量级，明显用不着马老师那种4两拨千斤的小伎俩。人家一看大摆手过来了，直接上去硬吃。如果帝哥在魔兽世界里，那也绝对是玩 MT 的，还是不拿盾的那种。你们说帝哥傻吗？接一个大摆手那不也得掉血吗？那是你没学好历史，你知道美国是怎么加入2战的吗？话说吃了宫爆哥的一记大摆手，那帝哥可是有了还手的借口了。从军训时代我就特别好奇，谁要是挨了帝哥一拳，那还不直接被打碎了呀？今天这个纠缠我3年的谜题终于解开了。只见帝哥按住后开始蓄力，眼看着他本来就比我腰还粗的肱二头肌开始青筋暴起，施瓦辛格加护羽履地附体。只见3秒蓄力已经完成，这时候你宫爆哥想躲也来不及了。蓄力90帧，那发力可就1帧啊，中间是没有过渡的，就像量子涨落是直接跃迁的。这啪一下子，帝哥这一拳瞬间干在了宫爆哥脸上，说是迟那是快，宫爆哥连嗷的一声都没有，就直接成肉泥了。我被这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宫爆哥旁边几个小伙也呆若木鸡了。本来是来找嘴哥报仇的，怎么出来这么一个怪物？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跟国画专业打起来了。后来我一想，可能是因为国画专业住的离门口近，而国画专业里面几个老北京胡同串子又是从小就在查架的环境下长大的，这几个倒霉的体育系又把门锁给砸了，还叫嚣着艺术系全出来，那国画系能放得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吗？再加上帝哥本来就是国画系的 MVP， 这体育系可真是倒霉到家了。伴随着宫爆哥的灵魂出窍，国画系另外几个胡同串子也跟体育系其他几个人混战一处。当时已经乱了啊！这时候旁边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眼看着我都被挤到外围了，我看不见现场，急得满头大汗。灵机一动，对了，我去2楼，这个位置好。刚进宿舍楼，眼看着嘴哥拎着个棒子刚出来，原来嘴哥刚刚被人从睡梦中叫醒，这家伙戴着耳机早就睡死过去了。外面乱成一锅粥了，他浑然不觉。全村人都因为他卷入了一场世纪大战。当他听说了这一切之后，拿着个棒子往外跑。这时候体育系呢已经被国画系干得七零八落，四肢健全的一见形势不妙，扯呼吧，撒丫子就跑。此时嘴哥拎着棒子刚出宿舍大门，盯着一个体育系就穷追不舍。之前也不知道谁打了110，这时候校内保安警察冲散了人群，见人就抓，也不管谁是谁了。眼看摁倒了好几个，嘴哥和被追的那小子早跑没影了。后来宿舍大清查，警察问了半天才搞清楚怎么回事。这时候呢，嘴哥也回来自投罗网。
这么大事儿，连警察都惊动了，那学校的办事效率也是事半功倍。第二天呢，帝哥因为这一战一举成名，而嘴哥呢就在食堂开了个头，后面好像也没他啥事儿了。但显然是以他为报仇目标的学校大战，最终呢以公报哥找茬在先，因此挑起了群架事件，被学校开除，其余同伙处以不同程度的处分收尾。好了，这就是我大学时代一次盛况空前的群架事件。大家想想，这是公报哥和嘴哥的恩怨情仇吗？这根本就是因为那个成天幻想着红烧日本的傻逼厨师而起的。你说你他妈老老实实叫号多好，非他妈直接叫菜名。你当厨师真是委屈你了，你去游戏公司当策划吧。你要自绝于人民。行了，订阅毛怪老师，下次想听什么故事请留言。See you next time.